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生，几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欢迎来到本期微星 E16 Flip 上手体验。办公本什么最重要？当然是实用。所以我们先看机身两边这个接口，不仅多，而且规格拉满。两个 A 口给到了 USB 3.2 Gen 2，两个 C 口也都是全功能的雷电4，而且前置配备了物理锁定键，可以给个好评。但我有个小抱怨，那就是右侧的电源指示灯往里凹进去了，正常位置是看不到它亮没亮的，每次我都得把头伸过去确认一下。看完接口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商务本最重要的部分——颜值。机体上下除了地壳的一圈塑料支架，其余都是相同的黑色金属磨砂材质，整体非常的硬朗，有一种黑武士的感觉，让我想起了蝙蝠侠。A 面这一整块只放了微星的 logo， 很有高级感，简洁程度一下子就和游戏本区分开了。同时 AC 面的顶部又做了切割处理，保留了电竞的味儿，那就是这个黑色磨砂吧，比较沾指纹，记得定时清理。键盘是全高方向键加数字小键盘，感谢友商衬托啊！现在16寸机器上能做到这两点是真的不容易啊。屏幕可单手开合，打开的同时机身会稍微电起。哎呀，终于可以搁瓶盖说拜拜了。背面覆盖了一整块镜面的材质，光感不错，但对着窗外吧，反光会比较严重，建议避开。那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啊，这是一块1920×1200分辨率，刷新率却高达165赫兹的 IPS 屏，那这完完全全是一块电竞屏啊，和其他办公本的高分辨率取向完全不同。日常用非常的丝滑，但细腻程度就要比那些高分屏差了。当然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一系列特异功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聊。它可以折叠成平板形态，当然这台笔记本本身就有 1.9公斤的重量和 17.9毫米的厚度。那反向折叠以后只会更厚，所以它还是不太适合举在手里，除非你想健身，桌面上或者是膝盖可能更适合它。360度折叠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无限制的凹造型，各种体位都能用。它支持触控，而且这个触控的响应出乎意料的好，各种滑动都非常的顺手。盲猜和做了手写笔的触控优化有关。微星这支笔支持4096级的压感，延迟大家感受一下，已经相当可以了。以往大家抱怨 Win 本触控和手写笔鸡肋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延迟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常规方式摆放笔记本的时候，你一戳屏幕，屏幕就会发生晃动，这个体验就很差。那这个时候可折叠的设计就派上用场了，像我这样反向一折，架在桌子上，想怎么戳就怎么戳，还把键盘给隐藏了。那看视频爽歪歪，再配上一套键鼠显示器，一个完整的桌搭诞生了。这支笔的周边配置也相当的完善，可以 Type-C 的直插充电。那侧键边上还有一个指示灯提醒电量，屁股上的快捷键可以自行设置。那我就设置的单击打开小黑板，双击启动 Steam。未曾设想的道路啊！笔可以吸附在机身左侧，使用过程中右下角还会有一个小图标来提醒电量，非常的贴心。在 C 面左下角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张 EVO 的贴纸。可能还有不少小伙伴不知道 EVO 认证是什么意思啊？总体来说 ，EVO 认证要求笔记本有一系列的特定功能，比如说需要有雷电接口，有 WiFi 6，能开盖快速响应。116搭载了 A1675i 的网卡，支持 WiFi 6E， 开盖秒亮也支持。通过 EVO 认证的笔记本还有一流的性能，快速充电和超长续航，这些在116身上都有所体现。首先是性能，116搭载的是一颗 i7-1280P。英特尔12代是 X86 平台第一次用上大小核的设计，那这个咱们玩手机已经老熟了。这一代28瓦 TDP 芯片组的命名发生了变化，1280P 对应的11代处理器是1185G7，规格上这个芯片实际上脱胎于12800H， 同样是6大核8小核的，一共20线程，只不过基础频率跟小核的最高睿频有所下降，那不服跑个分吧。得益于英特尔今年挤爆牙膏了。1280P 在 CPU-Z 的基准测试中多核超过了7000分，那简直就是对前辈4核心的降维打击啊！顺便也超过了上一代8核的16线程 11800H， 而且单核大幅领先。比较难得的是，离电条件下单核没有任何退步，多核打折率还不到8%。在 Cinebench 两个版本的测试中，116都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，大幅超越前代 i9-11900H。而在衡量日常办公跟照片、视频编辑的 Crossmark 中，也拿下了1790的高分。但经历过888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瞬时性能不是最重要的，还得看持续输出能力。所以我们再烤个鸡。风扇全速条件下单烤 CPU， 最初 CPU 功耗都能在60瓦维持，后期稳定在了30多瓦。那这一功耗下对应的多核成绩是在5200分左右，表现不错。那这个时候 CPU 温度是在58度以下，非常凉快。但116的风扇全速的噪音非常的大，也不是分贝数的问题，主要是音调太高导致刺耳。
所以我把风扇调节到自动再次烤机。那这个模式下，风扇的声音非常小 ，CPU 最后稳定在了81度，功耗表现居然反而更好了一点，后期在35瓦附近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键盘温度就比较高了，在 WSD 键附近达到了最高49.9度，比较烫手了。希望微星后期能再推一个 BIOS， 把风扇噪音跟表面温度做个平衡。116作为微星办公产品线中的旗舰，硬件的料自然是堆满了。内存是海力士的 16G，LPDDR5 6400兆赫兹，硬盘给到了1TB 的美光3400，跑分我都给大家截个图。得益于更高的内存频率，961U 核显也有一定提升。Firestrike 图形分值来到了5133分，已经远超25瓦的 MX450，接近 GD6 显存的28瓦版本。实际游戏过程中，英雄联盟 1080P 中路对线在120帧以上，吃鸡3极致在60帧左右，应付主流网游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是充电跟续航，116搭配了传统形式的3头65瓦 PD 电源，好处是能够有效避免静电，坏处就是不太容易携带，建议自己再配个 PD 充电头。82瓦时的大电池，50%平面亮度连接 WiFi 的条件下 ，PC Max 10现代办公室场景跑出了接近13个小时的成绩，在16寸这个笔记本里面算比较好的水平。那最后再看看它的控制中心，打开一看，哎，这不就是把微星游戏本那个龙盾控制中心给移植过来了吗？换了个皮肤，白色界面长得眉清目秀的，系统功能非常全面。在这里你可以查看硬盘状态、自定义风扇曲线，甚至允许性能分析。那这够硬核了吧？那这台笔记本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和传统笔电不太像。外观和蝙蝠侠一样，硬朗又带点电竞风。屏幕没有堆高分辨率，但上了165赫兹和翻转加触控，还有手写笔。明明是一台办公本，却给了这么强的散热和那么多可调的选项。它就像蝙蝠侠，别人做不到的我都做了。我愿意称之为商务本中的异类。如此特殊的形态，加上全面的接口和堆料，卖9999。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打扰了。能拿出1万买商务本的人并不多，但总会有人会被这种独特的气质吸引，或许是翻折的特殊形态，或许是颜值，那他注定属于少数人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花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